当我们的重心看着他人的去留和评价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患得患失。有时候，真正让人难过的，其实不是有人离开，而是那个人的离开让你开始怀疑自己。当你无法控制别人的去留的时候，你的重心会放在哪里呢？嗨，欢迎收看这周的 Lucky Roll。这周想和大家聊一种像是被否定的感觉。在我刚创立频道早期的时候，我有收过一个粉丝朋友的讯息，内文很长，然后非常的有礼貌，既有边界感，就是表达的也很清晰。大致上，他就是写对我的鼓励跟支持这样。他的真诚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他回复的时机都在早期，然后也都还蛮妙的，所以我对这个粉丝非常有印象。前几日我突然想起这个人，感觉很久没有看到他了，我就去翻我的那个讯息，要找到这个人，我就发现说他没有追踪我了。我原本印象他应该是有追踪我的，我当下就有点疑惑，就有点虽然平静，但就是有点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形容。对，然后我有一种好像被自己欣赏的东西推开的那种感觉，但是从行为上来看，好像给人一种被否定的那种感受。我开始回想说，诶，这阵子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然后是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实际到底是在哪一刻退追的，所以我就只能大方向的去回想说，诶，这阵子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这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诶，这种感觉好像在先前我有一个就是没有再联系的那个童年朋友的那个时候，就是我跟那个朋友出现断联的时候，我当时也有怀疑过自己，说是不是我不会经营关系，然后是不是当时我不应该跟他表达我的想法，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妥善、不够好，就是我有这种就是很多的自我怀疑的想法。然后我又想到几个，就是曾经在生活里面有让我出现这种感受过的经验跟回忆，种种。我发现说，在发生别人转身的时候，我会先伴随我对自己的否定。我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说，真正让我感觉到失落的，不是有人离开，而是我把那个人的离开解读成某种否定，一种就是我对自己的否定。比如说，他人的离开可能等于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我会去想说，是不是有哪里出现问题了，然后哪一个部分是我没有看见的。讲真的，其实我现在想起来觉得蛮妙的，因为，我以前确实就是会这样子去想的人。因为我现在的次数，也不是说次数，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所以要我去回想起来我以前那些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蛮妙的。这些的经历就会促使我去想说，那我要怎么去面对和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我知道这种事情它是不会停止的，就是你在人生旅途，我一定还是会反复的一直遇到这种情况。这也不是说单靠我的个人的努力就不会遇到的，所以我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正在收听的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然后或者是说你们有想过这种问题吗？这些情形是无解的，就是所以我后续也没有过多的再去解读，然后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原因它有太多种了，然后就是在没有求证的情况下，想也只是多的不必要的猜测，所以我就不想再去探究。而且这种情况它更多的会来自于单面的部分，就比如说对方的选择跟对方的考量。在经历这些事情的同时，我就很清晰的看见一件事情，在我们无法操控的时候，我们只能选择如何面对。有什么东西是别人无法影响，然后无法带走的？我的价值支点又是什么？我的内在有一个声音，就是我的作品。我能知道的是，当初我因为作品和这个人相遇，也因为作品获得这个人就是真诚的鼓励和温暖。这些过程它都是真实存在发生过，而且不可动摇的。这就是我的价值之点。我发现真正让我稳定下来的，不是说，哎，不会再有人离开，然后也不是因为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而是我知道说，就是如果有一天有人离开了，然后有一天我被误解了，就算有一天我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我还知道我自己要往哪边去，然后我还有我的作品，我还有我的目的，我还有我自己，这是我能给我自己留下的东西。其实我一开始在拍片的时候，我在经营这个频道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核心的想法，我希望我的影片能陪伴一些人走过他们人生的一些时光。
我已经曾经陪伴那个粉丝，就是度过一些他的时光。我已经完成，就是我之所以要拍影片，然后我之所以经营这个频道，我最核心，我最想要达成的事情。所以，其实，在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个人其实是蛮平静、蛮满足的。因为我确实就是走在这条缓慢的前进的路途上，即使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再联系，我也不会去否定说这个人曾经他带给我的温暖，跟他带给我的真诚。直白来说，就是我们只是没有办法控制生活里面人来人往的这个常态。无论说现在这个人在哪里，然后他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他现在是怎么看待我的，我都觉得说这不是这么重要，因为我们有彼此的课题。我能做的，我想要的，就是持续输出我的思想过程给就是有需要他的人、有共鸣的人去使用。我今天可能是朋友，然后明天可能是粉丝，后天可能是某一个我在意的人，就是谁都有可能会看错我，会误会我，会离开我。但就是在这种现实跟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还剩下什么？什么东西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可以扶持我走下去？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你抓住了谁，而是你把重心放回你自己的生命里。我觉得我在经历就是长时间的关系断裂后，还有人来人往的这个过程，我好像汲取和成长了很多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部分。比如说，结果不能定义过程的价值。现在能讲出这句话，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是一个会为了避免结束而避免一切开始的那种人。其实我过去想的很单纯，就如果我知道已经没有结果的话，即便我喜欢，我也会立刻暂停，然后立刻抹杀的那种人。最典型的情况就是我面对感情的时候啊，因为我不想要后续就是面对分离啊，然后那些拉扯，我觉得很麻烦。如果早就知道没有结果的话，为什么要开始？这句话应该是最常出现在我以前的思考里面的一句话。我之前就是这样想，老实说，某个层面，我觉得我可能是我自己，我可能不想受伤，有点像一个坚不可破的防护盾，然后外在进不来，我自己也出不去的一种情况。对，就是这个部分，我未来会再拍一支片跟大家分享。但我在经历那个童年我说的那个很多年的那个朋友的那个关系断联之后，我体会到了很多，就是我不知道对于别人来说会是什么样的意义，然后是什么，但这十几年的这个情分、这个情谊的分量，对我在关系上面的看法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虽然说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不再联系，但这段关系的价值对我而言就是没有改变过。我不会觉得说，哎，我失去了某一个朋友，或是我失去什么。我觉得前进的路途就是这样，就是有人上车，有人会下车。我觉得他给予我很多，我也给予他我能给的。在网上，我时常会看到一个文字，他会写说，有些人就是来陪你走一段路的。路这么长，有些人能走一小段，有些人能走一大段，其实就非常有意义啊。因为在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年，就是你可以和一些人相遇，然后还度过了一段就是对我们自己而言很珍贵的时光。其实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难得了。所以我开始去深刻的意识到说，没有结果的事情不代表是没有意义的。这段关系的价值我已经感知到了，然后我已经得到过了。有时候人生过程有价值的部分，不一定是在那些看似有结果的事情上面，而是由那些看似没有结果、不完整、破碎的东西堆叠出来的过程。然后我就发现说，一个人的稳定和自信，不是因为受欢迎，不是因为没有人会离开你，而是你准备好面对生活给你安排的任何事情和课题。这句意思，它不是建立在说，哦，因为我的能力足够，然后或者是说我可预测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所以遇到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迎刃而解的那种准备，而是你和每个人一样，你都不知道明天，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说你自己有没有能力度过，但你知道无论是什么，你都会选择面对它，你都会正面迎击。美国企业家洛克菲勒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是，他说：“如果把我剥得一文不名，丢在沙漠的中央，只要一组驼队经过，我可以重建整个王朝。”听起来好像很跳痛哦。就是几年前我在相关书籍看见这一段的时候，就是我就联想到
我近期在写这个脚本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多年前看到这段文字，然后就是前阵子我在写这个脚本，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连接了这句话，我就对这句话有新的解读。看似它只是一个企业家野心的发言，但是我觉得这之中其实蕴含许多深层的强者思维。大部分人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可以再成功？我觉得那不是因为发言者他盲目的笃定，某个层面，我觉得流露的更是一种无论再让我经历什么，我都会面对的那股力量，非常的鲜明。我相信这也是那些伟人和企业家们他们的核心的精神之一。这股内在力量的驱动力，会鼓舞我们每个人无形中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我突然又想到曾经看到的一段，他写说：“你什么都不缺，缺的是重新开始的勇气，还有面对的力量。”这句话他也曾经鼓舞了我，我觉得他有点就是对点醒我的那种感觉。能面对的人，不代表他们没有怀疑，不代表他们没有恐惧，只是他们面对课题的时候，他们面对选择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安放这些情绪，然后怎么跟这些阻碍去共存的。这种能力和心智的状态，不可否认，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是在这里。去告诉自己说，不要将时间花在患得患失，将时间花在强大自己。我们无法不难过，我们无法不感到悲伤，因为我们是人。我觉得有脆弱，有强韧，有执着，有幸福，这些东西的组成，就是让我们人变得更立体，变得更独特。我觉得不用去改变这件事情，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放多少注意力跟心思放在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上面。还有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关系，还有课题。有一段很漂亮的文字，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他说：“你是朵花，才会觉得春天离开你；如果你是春天，就永远有花。”对，这句话我非常的喜欢。对，这就是我这一周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其实我在前阵子脑袋里漂浮出那一句“我只能继续创作我的作品”的时候，我当下就知道说，这会成为我这一次要跟你们分享的素材跟题材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它很写实，它很珍贵。我一直在层层的感受说，原来人会把离开解读成否定，原来有时重心会放错地方，原来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价值支点。人来人往不会停止，我们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能让自己继续前进的核心，因为无法保证谁或者是哪个东西，它可以一直陪在我们身边。我后来发现，一个人的稳定不是来自于说有没有人离开，而是即使有人离开，你仍然知道你自己要往哪里走。这绝对是一个人最有魅力的时候。对，好啦，就这样啦，这就是我这一周要跟你们说的。然后希望这一集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些小时光，然后陪你回想你自己的过去的经历，还有一些你的感受。这样，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就是欢迎你分享给你的身边人。那就是谢谢你的收听，希望未来一周你们都好，然后身体健康。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